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食人泪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泪。宿命兼程命中败，仙尊毁，而我不悔。时不待我呀。家老大人，我从小听说古诗有一转、二转等等之分，您能为我们讲解一下吗？古诗分为9大境界，分别是1转、2转、3转直至9转。每一转大境界中又分初中高阶和巅峰4个小境界。你们刚刚成为古师，所以都是1转初阶。你们只要努力修炼，修为自然就会提高。当然了，资质越高，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丙等资质通常会停在2转境界，乙等资质能修到3转甚至4转，而甲等资质最适合古师修行，能达到5转。至于6转向上的古师，每一个都是传奇。我们古月一族也没有出现过6转古师，但是5转、4转古师都有过。许多人不由自主地看向第一排正襟危坐的古月方正，这可是甲等资质啊！目光中无不充满了羡慕、嫉妒的情感，同时也有一部分目光飘向学堂最后一排的那个角落。已经1个星期了吧，还没缓过来？何止呢？听说他晚上都夜不归宿。对呀，有人还不止一次看到，在晚上他抱着个酒坛，烂醉在外面呢。哎，打击确实太大了，顶着天才的名称，那么多年居然测出丙等资质，而偏偏自己亲弟弟被测出了甲等，如今享受着家族最好的待遇，真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啊！已经1周过去了，还这么颓废，连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住，也难堪大用。这1周来，我教会你们如何冥想，查看自身空窍元海和调动真元。现在是时候炼化你们的本命蛊了。下课后，你们就去学堂里的蛊室挑选蛊虫，然后回家潜修，直到炼化后再回来上课。而第一个炼化蛊虫的将得到20块原石。排队，一个个的进来。蛊虫分为9大层次，对应古师9转境界。这些蛊虫都是1转蛊虫。一般来讲，1转境界的蛊师只能用1转层次的蛊虫，若是越级催动高等蛊虫，蛊师往往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。而蛊师炼化的第1只蛊虫意义重大，称之为本命蛊，性命交休，一旦灭亡，蛊师必定遭受重创。原本指望能得到花9行者的9虫，炼化它成为我的本命蛊，保险起见，还是选1只月光蛊吧。到我了。若换做其他人得了蛊虫，第一反应就是拿回家赶紧炼化，但是方圆没有，他的心中还惦记着那只9虫呢。掌柜的来2坛酒，掌柜的来2坛陈酒。好的，客官。每天2坛酒，已经整整7天了。原先积攒的原石差不多都花完了。一旦成为蛊师，就可以从原石中直接抽取出纯净真元来补充空窍中的元海，因此对于蛊师来讲，原石的好处不言而喻。客官，您的酒。明天就没有原石购买酒水了，9虫却迟迟不现身，难道真的要我把月光蛊炼化成本命蛊？虽说第一个炼化本命蛊的人会奖励20块原石，现在所有人都卯足劲炼化蛊虫，可惜炼化本命蛊极为考验资质，以我丙等资质又没有其他手段，根本就没有得胜的希望。哥哥，你果真又来酒馆买醉，跟我来，舅父舅母要见你。短短的1个月，他终于品尝到了哥哥当初的感受。人们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看着他，仿佛从黑暗到天堂。他开始模仿方圆的冷漠表情，但很快发现自己不是那种人。他像婴儿学步般艰难地适应新生活。听到哥哥消沉和颓废的传闻，起初震惊，但渐渐理解了，哥哥也是常人啊，面对挫折和打击也会消沉。这种理解引发了他莫名的痛快，尽管不愿承认。看到哥哥颓废的样子，他心中的负担轻了许多，自信地相信自己的优秀。哥哥，你不能再喝酒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要重新振作起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时间一晃，你们已经15岁了，竟然都有蛊师资质，尤其是方正，舅父舅母都替你们感到骄傲。我给你们每人6块原石，你们兄弟俩拿去炼化蛊虫，极耗真元。这些原石你们需要。谢谢舅父舅母，侄儿正需要原石来补充真元啊！你们把侄儿养这么大，养育之恩，侄儿铭记在心，永生不忘。
快坐下，快坐下。你们兄弟俩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我们一直都把你们当做亲生儿子抚养。你们能有出息，我们也感到骄傲。我们膝下无子，有时候在想，你们真能成为我们的孩子就好了。我和你们舅母商量过，想把你们过继到我们家来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方正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说实在话，自从双亲死后，侄儿就很渴望一家团圆的日子，能和舅父舅母成为一家人，这太好不过了。那你就是我们的乖儿子了，还叫舅父舅母吗？父亲、母亲。好儿子，不枉费我们夫妻从5岁就抚养你，可养了你整整10年啊。方圆，你的意向呢？既然如此，方圆侄儿，我们也不会勉强你。只是你已经15岁了，也该独立门户，这样一来也方便继承你方家之脉。舅父这里为你准备了200块原石，算是给你的资助。200块原石啊！舅父舅母，若没其他事情，侄儿就先告辞了。为什么哥哥200块原石都不要？父亲、母亲。哥哥是一时想不通，不如让我来劝劝他。哎，这事不能强求，你有这个心，为父已经很欣慰了。来人，把方正少爷带下去，好生安住着。那儿子告退了。看来方圆这个小兔崽子已经看破了我们的谋算。古月一族的族规中，16岁的长子有继承家产的资格。方圆的双亲留下一笔不菲的遗产，都被舅父舅母保管着，这些可不是区200块原石可比的。若是方圆过继过去，或者自立门户，都会失去继承家产的资格。幸亏我们笼络住了方正，而方圆只有丙等资质。那老爷，方圆摆明了是要在16岁独立出去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哼，他既然心怀不轨，也就怪不得我们了。只要抓住他犯的大错，将他逐出家门，也就失去了继承的资格。可是方圆这小兔崽子聪明得很，怎么会犯错呢？你真是蠢笨，他不会犯错，难道我们就不能陷害吗？就让沈翠那个丫头先去勾引方圆，然后再大叫非礼，我们当场人赃俱获，再栽赃他个酒后乱性、丧心病狂的罪名，还怕逐不出方圆？妙计啊，老爷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方正少爷，这可是老爷亲自叮嘱老奴，特意为您整理专门腾出来的房间呢。这很好，真是不错，谢谢沈妈妈了。应该的，少爷您尽管吃好睡好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吩咐我们这些下人。这一次一定要夺得第一，不让舅父舅母失望。舅父舅母此刻应该在合计着，怎么将我逐出家门吧。前世是暗中唆使下人挑衅我，然后栽赃我，不知道这一世会有什么变化。事实上，亲情根本就没有。当初舅父舅母收养方圆、方正，根本目的就是贪图遗产。只是方圆、方正2兄弟频频让他们意外。万事开头难，对我而言更是如此。我没有过人资质，也没有师长关照，等于是白手起家。双亲的遗产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大跳板。前世遗产被舅父舅母夺去，害得自己整整耗费了2年，才修行到一转巅峰。这一世，这个错误不能再犯了。方正少爷，洗澡的热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那就拿进来吧。奴婢见过方正少爷，方圆只是个丙等，方正可是甲等资质，能攀上他才是真正的大富贵。已经下了3天3夜了。3天前的那晚，他拎着2坛酒出了山寨，在周边继续探索，但到了深夜就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无奈之下，方圆就只能终止了探索。这样一来，九重短时间之内就寻不到了，保险起见，只能先炼化月光谷了。在这炼化的过程中，能寻到9重最好，得不到也只好这样将就了。方圆心境很平稳，500年的经历早就洗去了他性情中本来就少的浮躁。炼蛊艰难啊！此时他空窍元海已经消耗了一大半，
只剩下1成的真元，而月光谷才炼化了1/12，而且更叫人难以接受的是，月光谷仍旧散发着幽蓝的光晕。方圆虽然停止了炼化，但是他却没有停止反抗，仍旧在驱逐方圆的真元。方圆可以清晰地感到月光谷中的真元正在一点点被月光谷驱除出去。照着速度估算，大约6个小时之后，月光谷就能将方圆的真元全部驱除，到那时再来炼化这股虫，和从头祭炼没有分别。每一次炼蛊就像是两军在打消耗战，蛊虫只祭炼了1/12，而我的真元却消耗了整整3成。古时炼蛊就必须一边补充元海真元，一边持续不断的祭炼。炼蛊考教的不仅是调动真元的技巧，还有持久战的耐心。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元海恢复到4成后，就戛然而止。这是丙等资质的限制，资质越高，存储的真元越多，恢复速度也越快。方圆必须吸收原石来炼化蛊虫，但甲等资质的方正每小时能补充8分真元，几天后就能靠自己成功炼化月光蛊。这场考核中，方圆明白自己无法取得第一，因为资质和原石充足程度是关键因素。我手中只有6块原石，无法与有长辈支持的古月漠北和古月赤城相比。丙等资质的我在这场考核中没有胜算，还不如分散精力去寻找九虫。若是能将九虫炼成本命蛊，可比月光蛊要好多了。窗外的雨声好像渐渐小了，连续下了3天3夜的大雨也该结束了。方圆少爷，是奴婢，这3天雨连着下，于是给您带来了一些酒菜，少爷吃喝一些也能解解乏。我正有些饿，你来得好，给我端进来吧。方圆少爷，这酒菜可香了，奴婢隔着食盒都闻到了呢。来，少爷坐嘛，奴婢今天斗胆，想陪少爷您喝一杯呢。方圆少爷，奴婢一直都喜欢着你，不管是什么资质，奴婢都想陪着你。过了今晚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原来是这种套路。方圆少爷，您说什么呢？少爷，您弄疼我了。看来舅父舅母是让你来陷害我了。这么说来，楼下应该也安排好了人马了吧？不过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来诱惑我？沈翠，你觉得我能不能杀了你？若是方圆恶声恶气的大吼咆哮，沈翠说不定还会剧烈反抗，但是他害怕了，他毫不怀疑眼前的少年会真的动手。天哪，我为什么要来招惹这样的魔鬼？念在你作为贴身丫鬟服侍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这次就饶了你。你不是想脱离奴籍吗？去找我弟弟吧，他可是又傻又天真。你走吧。居然安排了个美色陷阱，倒是比前世有新意。舅父舅母，你们这番恩情我深深的记下了。沈翠那丫头怎么这么久都没给信号？不管如何，这住处是不能待了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只有傻子才置身险境。掌柜的，有房间吗？有的，有上房，不仅便宜，而且都收拾得很干净。一层是饭堂，客官可以在这里用饭，也可以叫店家伙计专门送到房间里去。给我一间上房，我先住下，再给我准备2坛酒，3、4样小菜，多退少补。好嘞，客官是要在房间里吃，还是在大厅图个热闹？干脆在大厅吃完，然后直接去探索花九行者遗藏好了，就在大厅吃吧。以我的资质要炼化月光蛊，必须要借助原石。若是运气好，这月光蛊意志不顽强，只需要5块；若是顽固不化，就麻烦了。蛊虫也是生灵，自然有求生的意志，有的意志强大，会一直抵抗蛊师的炼化，有的意志弱小，炼化起来就相对轻松。我现在身上只有6块原石，2块已经给了店家，还只剩下4块，有些不够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原石是硬通货，普通人家1个月的生活费最多也就1块原石，但是对于蛊师来讲，原石的消耗就大了。就像方圆单炼蛊就需要平均7块原石的样子，这还只是月光蛊。若是真的找到了九虫，要炼化它，以方圆的资质，至少得再添上10几块原石的支出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即便找到九虫，也未必有原石来帮助我炼化它。不过，也许花九行者的遗藏中很有可能拥有大量的原石。
张老弟，来，再喝一杯。风大哥，兄弟们佩服你的本事，一个人就搞定一头黑皮野猪，真是好汉。这杯酒你必须得喝，不喝就是不给兄弟们面子。谢兄弟们抬爱，但我实在喝不下了。风大哥喝不下，是嫌弃这酒不好吗？小二，你过来，给爷几个上好酒。几位大哥，好酒是有，但是可有些贵呢。怎么，怕爷几个不给钱是怎么的？小的哪敢瞧不起诸位英雄好汉？只是这酒一坛可值2块原石呢。真有这么贵的酒？你可不是骗我们的吧？诸位兄弟，不要再破费了，今天已经喝不下了，这酒改日再喝吧。哥哥，这是什么话？这哪里成啊？呵呵，真是好笑，一个个瞎咋呼什么？买不起酒就乖乖的闭嘴，缩一边去。谁说我们买不起？小二，就上那坛酒来，老子给你原石，不就2块吗？客官稍等，这就来。几位客官，不是小的吹牛啊，这可是上好的青竹酒，整个山寨就我们客栈独一家，你们闻闻这酒香。自己一时冲动就买了此酒，这店小二也太不地道，立即就上了酒，现在风泥都开了，就算是想退货都不行了。妈的，这酒好，哥哥们敞开了喝，今天这酒兄弟我请了。就这一小坛酒，哪够6个人喝的？有种的再买几坛啊！小兔崽子话挺多呀，来站出来，跟哥哥练2手。哦，那我可站出来了。他是一转古诗，你不是想找我练手吗？来啊，动手啊！或者你们一起上也行。不敢不敢。冲撞了大人，我们罪该万死。你们这些猎户真是有钱啊，比我还有钱啊！居然花了2块原石买酒喝，你知不知道我真为原石发愁呢？居然敢在这个时候在我面前炫富，你们这些凡人也配？古师大人若喜欢，拿过去喝好了，就当是小的冒犯大人，向大人赔罪。这个青年古师的服饰，只有正式古师才能穿戴，就算是方圆也还没资格，只有从学堂毕业之后才能从家族中领取。青年古师腰带铜片上的一字，表明了他一转古师的身份，但他已经有20好几岁的模样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真元气息，应该是一转高阶。15岁开始修行，到了20多岁还只是一转高阶，这说明青年的资质只有丁等，比方圆还要差一筹，很有可能只是一位后勤古师，连战斗古师都算不上。有了力量就能高高在上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。好了，姜牙，教训一下就得了，不要为难这些凡人。传出去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你们有种的继续喝，就喝青竹酒，我倒要看看谁还敢喝这酒。小二，给我上坛青竹酒。他刚放下狠话，就有人要这坛酒，这不是专门打他的脸吗？但当他感受到方圆真元的气息的时候，瞬间变成了笑脸。原来是位学弟。古师大人，您的酒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花酒行者。你动一下试试。自己竟然被跟踪了，难道是客栈的那个一转古师姜牙，又或者是舅父派来的人？刹那间，他心中闪现出无数的念头和猜测，并且急速思考着解决之道。方圆可以感觉到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充满了深深的杀机。自己此时只是一转出阶，连本命骨都没有，战力接近于0，怎么打？你已经中了我的独门独骨，没有我的对应结骨，7天之后必死无疑。你是想要9重，我可以给你。我给你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求你饶我一命啊！花酒行者大人。古月英雄，枉你年纪轻轻就有5转修为，本来还以为是个人物，没想到如此不堪。呸！花酒行者。和花酒大人相比，晚辈算个屁！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花酒大人，请您看在先前我族亲情招待的份上，饶我一命啊！这是4代族长。呵呵，亲情招待，我诚心用原石够你族的月兰花，但你居然在酒里下毒，你们也太小看我了！我闯荡天下，以花酒为名，怎么可能中了这毒？大人，请饶我一命吧！我愿意吃奴隶骨，成为大人的奴才，为大人效命。哼，奴隶骨是5转蛊虫，我怎么会有？不过你中了我的毒蛊，以后每周给我按时提供月兰花和原石，我就留你一条狗命。谢大人不杀之恩。
不要磕头了。什么古月天才，五转强者，名不副实。你给我好好侍奉，这也是你保命的。你怎么还有蛊？魔道中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和我大战许久，也没几个蛊虫了吧？怎么能克制月影蛊？你乖乖投降侍奉我，还有一条活路。去你娘的！你疯了吗？我们完全可以好好商量。族长，魔道中人果然个个都是疯子，杀了这魔头，为族长报仇。不怕死就来吧。该死，月影蛊发作了，以后再来收拾你们。